我遇到很多的糖友来问我问题，他们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问他的空腹血糖如何控制。他们每一次来找我的时候，都会先告诉我，老师，我的空腹血糖是多少，我怎么样把它降下去。但这是我遇到90%以上的糖友们问我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让所有糖友最困惑的一件事，也是让我最困惑的一件事，你为什么会关心你的空腹血糖？因为目前管理或者是讲治疗糖尿病的目标就是降低血糖，而降低血糖的目标就是把空腹血糖管理好，只在乎你的空腹血糖。他为什么不在乎你的饭后血糖？因为如果不从饮食下手的话，你的饭后血糖根本就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东西。所以呢，只好去探讨你的空腹血糖了。我们在探讨逆袭2型糖尿病的时候，我们逆袭的标的究竟是什么？再一次声明，我不是医生，我自己读书学习研究完了以后，我的见解跟大家分享，你们自己去判断合适还是不合适，这是我的见解。首先我们先看2型糖尿病是什么问题。其实2型糖尿病是一个代谢性的疾病，你的代谢健康出了问题，然后使得你的血糖不正常。那么所以究竟我们应该学会控制血糖呢，还是我们应该学会调整改善我们的代谢健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很简单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嘛。如果说你不透过任何生活方式或者是饮食的改变，你仅仅就是一味的要去控制你的空腹血糖，而忽略了如何去管理你的代谢健康，究竟这个方向对还是不对？我们仔细看一看2型糖尿病的朋友在严格控制血糖的这种要求和追求的状态下，绝大多数的人的健康状态还是越来越不好的，并不是越来越好的。即使你的空腹血糖控制到了 6.0 了，很棒了，可是你有没有去观察你整天血糖的波动的幅度有多大？你的血糖非常有可能早上空腹的时候来到了6，就是你一天当中最低的时候了。你一天高的时候可能去到了10，可能去到了15，在那边波动，每一天你的血糖在坐过山车。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即使你的空腹血糖很漂亮，在整个波动的过程当中，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伤害你的身体，因为这种波动说明了你的代谢健康有问题，你的代谢不健康，所以你有病了。所以我个人的见解是，在管理我们糖尿病的身体，我们应该把着眼点更多的放在如何调整代谢健康，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低的空腹血糖。实际上这些信息现在很容易去找的，去 AI 上面搜索一下的话，你会看到，如果你的血糖能够长期的控制在 7.7 以下，基本上葡萄糖的毒性就几乎不存在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去查资料，他会告诉你 8.3 以下这个毒性就不存在了。所以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数据。无论如何，你就会发现你并不需要极低的空腹血糖，你需要一个合理的稳定的血糖，你整天的血糖需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它比你有很低的空腹血糖的有价值的多得多。如果要追求一个合理的波动幅度，跟你的医生好好的商量，调整药物，改变饮食，大多数的2型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以 7.7 为中心，让你的血糖在这 7.7 上下各一个点的范围里面去波动，波动范围波动的幅度越狭小越好。在这样的状态下，你的代谢健康就开始一天一天的恢复了，你的代谢健康就会一天比一天好，在一个稳定的血糖的状态，你并不需要追求更低的血糖。往往朋友们来跟我探讨他如何做才能够把他的血糖控制到这个范围里面，让他去稳定。大家都知道2型糖尿病是一个千人千面的疾病，因为2型糖尿病的种类非常的多，有衰竭型的，有抵抗型的，肝脏型的，各种不同的类型，有在注射胰岛素的，有的还没有开始注射胰岛素。我们每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样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把你的血糖控制在 7.7 为中心，然后上下波动幅度不要太大的地方，就努力往这里走。改变饮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2型糖尿病的朋友们都应该需要注意这件事。有很多人说脂肪吃多了会导致你的血糖上升，这个是绝对不科学的。你们自己到网络上去搜索， AI 是很公平的， AI 没有感情的， AI 也没有商业利益的。你去 AI 里面咨询饮食里面的脂肪会导致血糖明显上升吗？注意把明显2个字打进去，他知道你想问他什么。
你需要知道食物里面的热量、蛋白质的热量、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和脂肪的热量。影响血糖波动最小的是脂肪，几乎没有影响。我们饮食里面使我们血糖波动最厉害的是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所以如果你吃很低热量的碳水化合物，它对血糖的影响就很低。你吃很多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它对血糖的影响就很高。所以如果你选择吃蔬菜类的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很；如果你选择吃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它的含糖量稍微它比蔬菜多一些。如果你去吃主食类淀粉类的主食类的碳水化合物，它的含糖量就相当的高。如果你吃甜的东西的话，含糖量就非常的高。那好了，有的人会说我害怕吃脂肪，含糖量高的食物我也不能吃，那么我吃高蛋白饮食如何？如果你的饮食是高蛋白饮食的话，我刚刚解释过了，脂肪不引起我们血糖波动的，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会引起我们血糖巨幅波动的，蛋白质的热量会使得我们血糖有中等幅度的波动的。所以高蛋白饮食对你逆袭你的2型糖尿病不是最有利的，它同样的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的。所以比较理想的饮食结构，从我的角度来看，还是脂肪的热量百分比稍微高一点，蛋白质的热量排名第2位。希望你的蛋白质和你的脂肪的热量加在一起是你一天总热量的大约 95%， 剩下 5% 的热量来自于蔬菜类的碳水化合物。我个人认为这是糖友比较合理的饮食结构。这里面我最需要提醒的是所谓衰竭型的糖友，当你的 C 肽很低的时候，说明你自己身体能够制造胰岛素的能力已经很低了。有一些朋友们思想上非常抗拒注射胰岛素，给你们大家一个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建议，当你自己身体制造不出你所需要的胰岛素的时候，你是需要外源性胰岛素的帮助的。胰岛素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处理我们吃进去碳水化合物的热量，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面还扮演了很多其他很重要的生理功能呢，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如果你身体里面胰岛素过分的少的话，你严重的营养不良的，严重的骨密度下降的，你会有很多健康的顾虑的。我建议你接受注射胰岛素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身体对胰岛素有基础的需求。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放开来吃碳水化合物，你对注射胰岛素的量的需求会越来越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你2型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通通都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可是如果说你是在一个比较控制严格的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的结构下面，少量的注射一些你身体必须的胰岛素，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是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好的代谢健康的身体，你的代谢健康依然可以维持得很好。所以并不是说所有注射胰岛素的结果就一定是最坏的，不，除非你吃高糖饮食，同时注射高剂量的胰岛素，你对胰岛素剂量的需求会越来越多，那最后整个2型糖尿病的你的代谢健康是一直不停的恶化的，并没有一直改善的。所以追求改善我们的代谢健康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整体的来说，一味的追求更低的空腹血糖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改善我们的代谢健康才是正确的方向。代谢健康改善了，你的身体就开始修复了；代谢健康改善了，你的慢性炎症就渐渐好了；代谢健康改善了，可以逆转的并发症它就会开始逆转。所以各位，代谢健康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东西。